大家晚安，我是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来说给您听。还要先来介绍的是这1小时会参与我们的来宾。首先要介绍是前海军舰长吕律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大家都一直在讲说，川普有仇必报，那会不会他先前讲的真的都会成真呢？先前讲过什么东西啊？太多了啦！来，这个人有没有剉咧蛋？他是谁？是哈利王子。原因是因为他曾经讲说他如果当选之后他就会去抓哈利王子，到底他有没有什么用药啦、造假啦，还会把他驱逐出境。那现在呢，到底有没有这一些移民文件的内容，恐怕也会曝光。那个时候他其实对他们就有蛮多的不满啊，他觉得他要帮这个皇室这边来主持正义、主持公道这样。另一个是什么？是最近投资人很在意的，美国到底会不会去换联准会主席？当然法律上面鲍尔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你了，不可能。那他本身呢也说，我不会怕川普。现在呢降息1码等等的事情，他说一会都会照着规矩来。但是川普在选举的时候曾经有讲过说以后要降息要升息，是不是也应该参考一下我的意见？他说我未来还是会做我该做的事情。那这一回呢，是不是真的川普他上任之后会让很多人，比如说像联准会这种以前就不会出现的消息嘛，是心里头不是很扎实，是不是？那也开始有一些新的动向了，比如说马斯克这回是川普的密友，但是传出他跨性别的女儿已经宣布没有办法接受川普当选，所以他已经要离开美国了。至于呢，贺锦丽的落败支持者，现在也有很多人说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川普当总统，所以呢要搬家，直接搬去他讲的那个波多黎各勒斯岛去他说呢，他现在呢要去北边加拿大，哪里都好，反正没有川普的地方就好。其实呢，在这一次川普胜选，蛮重要的是有一些年轻人是投给他的。你会问为什么？其实他在 TikTok 上面的热度还挺强的。先前不是说了吗？他很讨厌 TikTok， 还说这是一个国安危机。但其实当他加入 TikTok 之后，他的话题热度呢是高出贺锦丽将近有1倍左右。他很多 hashtag 基本上都是100万的播放量，甚至呢有一些都是达到170万，但他名字就是170万条的内容，而且呢还获得了1400万的粉丝，是顶流明星啊。那他曾经呢有讲过 TikTok 会违反到或者是会有国安上面的威胁，但为什么后来呢他反转加入了？原因是因为他认为如果进了 TikTok 之后Meta 也就是脸书，那就会一人独大，渔翁得利，它就会变成一个寡占市场，一个独占市场，所以他就讲了要让市场平衡，有竞争者，他决定要留下 TikTok。而现在也传出他有第1位任命的官员，这一位呢叫做宾女性官员威尔斯。2010年的时候呢，他短短7个月内几乎是没有政治经验的商人来帮助他来获得了州长的选举。2015年的时候，他见到川普之后呢，后来他就去帮忙，那也帮他击败了希拉蕊，运筹帷幄。可能是因为这样能力出众，所以变成了他的第1位阁员。而且他内阁配置呢，说是不是已经变成一场战争了？真的。官位的这个部分 ，it's a war。来看看川普现在呢，知情人士讲，星期3几乎每一张位置都坐满人，调整谁坐哪里，谁怎么样。那到底距离川普有多近？而东城是这一次必要的目标，里面呢甚至还传出了他的女儿伊凡卡这次选举的时候其实是比较低调一点点的，但是呢，有没有可能他会再一次的重回大位？而 Pompeo 呢，先前是国务卿，现在可能会变成国防部长。至于本来说有可能当他复选的这位卢比欧，现在则有可能会去当国务卿。这一些当然都是报派名单，实际的内容还不知晓。但是呢，现在已经因为这些名单陆陆续续的释出，以及川普未来每一句话的动向，变成市场上面很重要的指标了。现在市场就开始点将了，包括了贝森克，包括了马斯克，说有可能变成了企业家阁员。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有可能一个去当财长，一个呢则会说他要去当那个效率委员会的主席，希望政府不要多花钱或
乱花钱。而且呢，现在马斯克也传出，其实他川普当选之后，选前我 all in， 我狂捐你钱，选后你也应该要有所回报。比如说啦，他现在聘请 SpaceX 的一些员工，是不是让他去当政府的高级官员，甚至进国防部里头？而他的 Cybercap 呢，有没有可能就变成得到川普政府的支持？这一些其实都是太空事业，它所牵扯到的是一个国力的象征，又或者我们应该说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表征。那这一些呢，也有可能可以符合川普他那个想要跟中方竞争的心态，会这样吗？请教一下有明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好，川普呢讲过很多话，现在说要驱逐这个哈利王子，有没有可能成真啊？他第一任的时候川普1.0的时候，他也骂了很多人，他也说要把他们都处理掉，都这个要把他关起来，但都没有做。所以选举语言在他实际上的执政其实要得到检验的。那第二任他会不会真的这么做呢？他也讲了好多人了，要把他关起来，要把他驱逐。那我个人觉得他现在的重点根本已经不在这边。这个人其实是个生意人，他交易的性格，这个赢得了大位，而且这样子这个全面的选胜，其实他那个心里面的怨恨老早可能已经不是在这边，他可能现在想怎么去布局。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当然要得到检视至少1月20号之后，他才有这个权利，是不是可以关人或者是驱逐人？那1月20号之后呢，其实太多事情我们都在等着他要能够去这个实践。那第一个，我想马斯克，大家在谈到马斯克这一次的角色，几乎是有的时候不知道是他在选总统还是川普在选总统，但确认了是川普选上。那他会不会有什么角色？他自己说他叫做政府效率委员会的主席，这算不算阁员其实位置已经不重要，因为以他对川普选举的这个投入，以及他跟川普后来的私人关系，你看川普开那个家庭会议的家庭聚会的时候，他也在，他就是变成 one of the family member， 家庭成员了，他也带着他的儿子一起去，所以我是觉得马斯克对于川普的影响是没有别人可以比，至少在现阶段。那因此他可能会在相关的太空，我们看到已经有一些迹象是军事甚至军工这些领域里面，他的企业跟人才可能会跟政府去做某种程度的结合，因为他认为有效率嘛。对，我民间带来的做的比你这个官僚机构做的有效率，那也许可以带动一些这个改变或者提升或者一些新创，这是他觉得他可以贡献有作为，当然也能有获利的。另外，有人说以他在中国大陆的关系，以及那个上海的超级工厂特斯拉的工厂，马斯克会不会扮演川普跟习近平或美国跟中国之间一个传话筒？我要是马斯克，我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公开的台面上，我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外交是外交，中美的竞争那是个大战略。你一个企业家还是在你专长的地方，但是呢，他跟川普的私人关系，以及他在中国大陆的企业，这个其实就可以显示出中国大陆作为一个制造的基地，以及它的市场，其实对美国的企业，即使是像马斯克这样特斯拉企业，还是非常重要。因此呢，你如果现在发动中美之间的这个战争，贸易战也好，或科技战的2.0也好，你要考虑到马斯克他所代表的意涵，我觉得这个会影响到川普的决策，或者是他的内阁的一个决策，因为他在他的身边，川普也许会直接问马斯克：“你觉得我就把关税提高到6%，你选举就算了，你要把它当真了，对不对？”他可能私底下的一个意见，他会直接这个毫不保留的讲，但是他绝对不会在台面上。你在台面上，你就完全倒过来，你就不是生意人，你介入到两国之间的竞争外交，那你就完全变成另外一个角色。所以我是觉得，他可能会在他目前的这个角色，他是个聪明人，很清楚，他不会随便的去这个进入到一个他自己所不熟悉，而且可能会变成大家所攻击。中美之间不只是相关的利益，中美之间有太多的这种有所谓的价值观，或者是历史，或者是真的这个霸权。所以呢，他现在作为川普的私人顾问，或者是某种程度政府的一定的这种委员会的主席，我觉得是很 OK。那至于说在 TikTok 另外呢，就讲这个冰女了哈。
我觉得这是个讯息，是川普要忠于他的人，而且要有能力的人，他不会再随便别人推荐，建制派人推荐，有能力、有背景、过去有怎么样的资历显赫，他不会用这些人，他一定第一个要忠诚，但忠诚的同时你要有能力，而且能够执行这个川普的意志，川普的这个政策。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媒体点了一大堆人，点了这个伊万卡去做联合国大使，我觉得他自己可能完全不会有想法，他有这个想法，整个川普的竞选的过程，他一定会有一些角色。他到最后只有胜选的时候，他才站上台，以及参加那个家庭聚会的时候，所有的过程当中，他跟他先生的角色都已经很非常的低调。是，所以现在媒体在这个到处点将你参考就好。那但是呢，有一些人的的确确可能会浮在台面上，变成川普的支持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他的内阁的组成在1月20号之前，会不会很快的能够形成？好，其实这一次点名的这一些点将路，比如说啦，我们就现在画面上看到 Pompeo 还有这个 Rubio， 他们2个人都是鹰派的，所以除了忠诚度高之外，其实很鹰啊。加上川普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强势，很多事情他都要管或者要参与咖的人。您觉得未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境？我觉得豹派的人士参考就好。我完全支持永明兄所提出来的，是豹派的人士参考一下就可以了，因为。你看这一次的这个白宫幕僚长，因为按照惯例是第一个要宣布的，对，川普这么短的时间内立刻就宣布了。可是这个人我想很多人在到川普当选的那一天他把他拉到台前来，可是他在整个竞选的期间里面，你看不到他的影子，甚至到当选的那一天，他还在后面，然后到川普一定要他上来，然后拉起来，大家才注意到这个人，然后才发现这个人这么的重要，而果然川普就让他担任幕僚长，白宫幕僚长不得了啊，这是总统秘书长所以他管的是谁能够接近什么公文能够到川普这边来，由他来定啊。那川普要见什么人，或者什么人想见川普，在川普自己没有说的情形下，由这个人来定啊。而这个人在这个部分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经验？有，他在雷根时代的时候，那时候他还很年轻，他就是负责雷根总统的行程的。那换言之，也就是说，这个人一贯低调，然后但是他能够把那个分寸拿捏掌握得很好。那问题是在于豹派的这些人，基本上来说，我们觉得参考的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川普把他的国安团队公布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推断出他大概想要做什么的。OK， 他把他的财经团队公布以后，我们就可以判断出他大概要做什么的。是所以在没有公布之前，我想到处点名意义真的是不是很大。但是除了这一位这个兵女以外，那我们一定会注意到马斯克。因为马斯克在川普胜选的时候，他提了他10几次。那我们就可以知道，马斯克对川普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川普对于跟他的一个交情关系已经到相当的一个高度了。那因此，马斯克在未来能够起什么样的作用，其实我们想不言而喻了。官位不重要，而在于他随时能够进白宫，这个才重要。如果他是随时能够进白宫，然后跟川普讲上话的然后或是川普随时想要跟他谈一谈，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一定就是权倾一时的人了。是。那里面有谈到说有关于 SpaceX 的问题，其实也就涉及到 NASA 的问题。因为 NASA 对于 SpaceX 一直不友善，NASA 一直想办法要推的其实是波音。那你看到他不得已的时候，才请 NASA 才请这个 SpaceX 来帮忙。但是我相信因为这个是总统管的权利所以我个人认为波音麻烦了 ，SpaceX 一定是当红的一个炸子机。联准会的主席这个不是你川普所能够智慧的。是，你即使对他再怎么不爽，或者再怎么不满意，那你可以每天骂、每天讲、每天叫，但是问题就对不起，这不是你的权责内。所以我觉得尤其鲍尔他的个性很强，他的个性很强、很坚硬，所以他基本上来讲不会理会川普怎么叫、怎么讲，他该做什么，他照样做他自己的事，任期就到时间为止，你也一点办法没有。不过我觉得 T-Dog 过关了，
哦，川普在这一次的经验中，他很清楚知道，他不能够再让少数媒体掌握，必须要有一个平衡，因为这样子对他是有利的。不要忘了，他还有4年任期啊。这4年内，难道民主党的媒体从第一天开始骂到最后一天吗？他绝对不会，他一定要平衡的。是，请教一下小舰长，您会怎么看？我们这样讲啊，也就是说，固然，川普不曾啊，有仇必报，但是他对于国家安全的这件事情呢，那如果在他的印象里头是背叛的话，那是一个什么情形呢？我举几个例子啊。第一个，也就是曾经的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席米利，米利这一位呢，实际上来讲，他在川普的后期的时候，他曾经致电啊，也就是解放军的总参谋长李作成将军，然后他在这告诉了那个跟李作成将军在讨论的是什么，也就是川普没有那个跟那个中国大陆解放军作战的一个计划啊。那这一件事情未来川普会不会追究啊，是一个问题。另外啊，我们看这本书啊，这本书叫做《一触即发》，那他是曾经的美国国防部长 Esper 他写的，他也提到米利这件事啊，他就讲说米利曾经说那个问说 Esper 那个川普竟然呢那个。他这里讲的当然是不雅的啊，他说我叉叉的不敢相信，他真的开除了 Esper， 也就是说这一些内容啊，那川普会不会回来追究啊？那是一个重点啊。另外呢，还有一个Mattis 也是曾经的国防部长。那在发生这一个弗洛伊德事件的时候呢，他讲说啊，这个川普啊，那不试图团结美国人的美国总统，然后呢，而且他甚至不假装尝试，而且他试图分裂美国。那这件事情呢，当时对于川普来讲打击还很大，但是我们另外再讲一件事啊，上有甚者，下必甚焉。我们看到啊，这一次川普可以胜选啊，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有2个，第一个是经济，第二个是移民。谈到移民这件事，我们看到 Forbes 最新的一个新闻，他谈到什么？联邦法官否决了拜登对于美国公民无证配偶提供法律地位的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当然它是由联邦法官以及很多的这一个密苏里州的很多的这个检察官的意见啊。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提出来？当然，这个就是配合川普的政策，而且就等于是在对拜登以及贺锦丽落井下石。好，其实川普回来之后，现在大家都要来因应这个国际情势可能的趋势发展。但你来看到的是习近平跟他通话的时候呢，特别告诉他几个字，叫做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那他回来很明确的，因为贸易战就是他开启的嘛，然后现在又说要加到60%，有没有可能会这么做？没人知道，但他也说他疯疯的。好，我们就相信这样吧。所以现在该做的是什么？你就看到了10月中方的出口年增速达到12.7%哦，这很高啊，是不是？那为什么呢？路透社的讲法是说，因为美欧两边其实基本上都有一个贸易战的那种威迫性、胁迫性，让他们的不安感，所以呢，大家都觉得说加征关税之前，赶紧有的库存先发到主要市场去。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基本上大家也担心了，如果说真的对中方来挥动这个关税大旗以及大刀的话呢，你自己的这个农产品出口可能也会受到影响。这一次呢，在进博会里头，上海的美国商会还有美国的农业部呢，他们其实就特别成立了一个美国食品农业馆来参展。那在里面呢，他们签约金创下了一天8.15亿美元的记录。他们强调，不论
局势怎么样变化，不论地缘政治怎么样变化，他们希望的是中方呢能够跟美方在农产品市场这边彼此有更高的一个参与度，所以钱还是要赚的。那大陆学者就直接告诉你了，如果说川普真的要再搞一次关税战的话，中方现在是会精准的反制，而你们会面临到前所未有的经济后果。最主要原因呢，也是因为如果说啦，川普是用锤子在敲打中国的话，那拜登呢比较像是用手术刀在切割中国，而中方这边，他们的学者认为这两种做法都经历过了，可是我们的实力仍旧在增强当中。中国现在呢，感觉是已经做好了准备，面对各种的可能性。好，可是欧洲会不会有点慌了？原因是因为川普对他们也不是太友善嘛。来看看马克宏吧。好，马克宏呢，法国总统现在发文祝贺川普，大家在讲有没有在偷臭他，在酸他？原因是因为漏漏等的一长串，还讲到了信念，结合你的信念，我的信念，带着尊重雄心，一起要追求和平繁荣，很好啊。可是信念呢，他用了这个 conviction 这个词，其实呢 convict 也有这种定罪、刑事定罪等等的用意。大家就讲说，干嘛一定要用到这个词？你应该有其他词可以用啊。英文字也是有很多选择的嘛，那为什么选这个词是偷臭他吗？他的发言人还特别出来回应说，没有隐含任何跟犯罪判决有关的含义，但是呢，大家都觉得你是故意的。马克宏现在的讲法是，川普赢了，我们欧洲人啊，小心，我们要成为杂食者，我们要长牙齿，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被其他人给吃掉。那到底欧洲现在川普会怎么样来做？有人说可能会找他来当一个协调者。重点呢是这个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以前比较常参加川普的一些政治互动跟活动，所以有可能呢，他可以成为一个代表的协调者、沟通者，去跟川普对口。好，这个是呢，有人是这样子讲的。但是呢，他们在川普胜选之后，整个欧盟是有开会的。现场就像在举行葬礼一样，你看看大家有多么样的忧心啊！因为呢，线下所看到的是川普回归，担心对欧洲也会祭出关税，所以你看看高盛已经开始下调了。德国明年的经济成长呢，本来只有 0.9 而已，现在呢又变成了 0.5， 下调了 0.4个百分点。那英国呢，明年的经济成长率本来是 1.6， 感觉还不错，现在也下调0.2个百分点，变成了 1.4。大家就在讲，除了这一些之外，他们自己内部也有问题。比如说呢，德国现在因为肖兹不满，说他的这个财长不愿意举债，跟他的一些策略不合，所以他就直接把他给撤了。那之后呢，现在就变成说，其他的3位，因为他们是联合政府嘛，其他的3位阁员呢，现在也陆陆续续的提出辞呈，所以有可能啦，也许明年3月底又要开始大选，因为呢，他们开始进行不信任投票之后。有这样子的一个几率存在，表示他政局其实持续的在动荡当中。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明年1月川普就要走马上任了嘞，他来得及吗？德国基本上在欧洲来说是个大国，它也是一个经济上面的领头羊，要如何来面对川普所带来的新政治？请教一下永明老师，您怎么看？习近平的感觉是好像准备好了，他就直接不知道这样叫对不对？叫呛虾吗？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我觉得中国大陆已经准备了7年了，怎么可能没有准备好了呢？从川普第一任开始，他进行的贸易战、科技战，拜登上来之后，变本加厉推动川普主义。这个7年来，你看看中美的贸易，从原来中国是美国的第1大贸易伙伴，现在降到第4。第1是欧盟跟美国，第2是墨西哥，第3是加拿大，然后呢，中国大陆才是第4。即使如此，其实有6000多亿，也就是说，然后呢，它平均在去年的时候，60%的中国输出到美国的商品被课大概平均20%的关税，那表示什么？那都是美国人要的，那谁在付那个关税？当然都是美国企业跟美国民众，这也是为什么垫高美国的通货膨胀，这为什么拜登会输在通膨的一部分原因啊。但是呢，现在川普说上来，我要加60%的税。根本你不要相信他，怎么可能加60%的税？他说对友好国家加10%，对不友好国家加20%，对中国加60%。你等着看，他可不可能对友好国家加10%？我都抱一个很大的怀疑。他最后很可能是项目的
钢铁制品，什么制品，什么制品，什么制品，哦，然后呢，采取也不要301调查了啦，就直接开始要求谈判，谈判如果不顺，它就可能增加5%、10%的往上加，那这个就的确会产生冲击。那对中国大陆而言，你再加，其实它现在已经这个就是贸易布局、供应链，在所谓的中国加1的情况之下，它已经都到了东南亚，到了墨西哥，现在已经都进了印度了。你中国再加1，那又怎么样？对不对？所以进入到你美国的市场，最多我们美国市场其实这个让别的国家去做，让别的国家出口去做，那当然到这种程度，其实对中国也是会有影响。可是呢，对美国的伤害也是非常大。所以我觉得选举语言是一套哈，可是你千万不要忘记说，它可能是要交易，它可能是要谈判，然后呢用这个东西来当做一种筹码哦。那至于这个就是欧洲这个部分呢，我刚刚讲到，欧洲其实在2022年跟美国的贸易已经来到超过9000亿美元哦。那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中间有这个天然气、有石油，哦，然后呢，使得美国成为这个天然气、石油能源的第1大出口国，在去年呢，就正式的来到美国的第1大贸易伙伴，而双方的这个，可是呢，欧洲出口还是比较多，还是比较多。欧洲呢，在2022年出口的这个贸易的顺差来到2000亿这个美元，那到2023年呢，更接近2500亿美元以上，所以欧洲就会当然很紧张了，因为可能会被加10%的关税，是，或者是说哪一些项目开始要举行谈判，然后呢，给予欧洲很大的这个压力。所以欧洲，我觉得现在他们可能一定要去思考，就是跟中国大陆的电动车的这个关税的问题哈。那现在进行到在新一波的这个谈判。那本来欧洲提所谓的最低价格，最低价格的意思其实要这个大陆这边保障一个这个不能价格战啊，一个高价。可是事实上呢，中国大陆不一定会接受。你在现在美欧的贸易面临到的考验的时候呢，我觉得他应该要思考跟中国的贸易呢，一定要维持比较顺畅的关系。是，请教赖老师。大陆目前的 GDP 总额大概在18万亿美元，那18万亿美元不少啊，就18兆美元。然后它跟美国的贸易输出也不过就是3500亿，所以你这样把它看到美国跟中国的中国卖到美国去占它的总 GDP 也不过就是1.8%而已，占它的整个总 GDP 1.8%，它一定会影响到有一大部分人的就业，是，但是并不是完全不能取代。可是问题是在于美国的产品到了中国来的时候，那也占了美国的一些GDP。美国大概是22万亿左右，那它大概卖到中国大陆大概在15、16，所以大概不到1%左右。那问题就在于两边都会受伤，但是大陆是可承受的，美国也是可承受的。可是问题是在于美国所谓的可承受的是在于说是完全脱钩的情形下的时候，那美国本身有没有办法找到替代品？是，因为大陆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在沃尔玛很多，在 Amazon 很多，在医院很多，他们用的都是中国大陆的产品。那一旦这些都没有了以后，你能不能从美国的本土企业里面来替代？没有办法。你可不可以从欧洲或者从印度、越南等企业来替代？没有办法。那最后你还是要从中国的厂商、中国的企业来替代。那中国的厂商企业，它会移转到其他的地方去填补这些贸易的空间。另外一个部分里面，你对中国大陆加税，中国大陆难道不会给你加税吗？所以我个人认为，川普的这个主张基本上来讲就讲就好，我们听听也就好。可是问题是在于，为什么欧洲的焦虑比中国大陆的焦虑还高？你看大陆并没有很高度的一个焦虑，一方面主要就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不是6年前，也不是8年前。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中国的平准购买力其实超过美国，那也就是说，其实中国的经济体已经大于美国，而一个小的经济体去对抗一个大的经济体，说我要把你打倒，
那我们都觉得这已经是一个笑话。可是对欧洲来说，如果美国的目的，川普的目的是，如果你们要我豁免对你的税，那你就必须要跟我站在同一个阵线，对中国大陆也要课征高的关税，就好像这个电动汽车那样。欧洲做得到做不到？我个人认为欧洲做不到。为什么？你看现在欧洲在对中国大陆的电动车课这个45%最高的关税的时候，为什么他的谈判代表现在还在中国大陆还要谈？那就是因为他们很担心中国大陆对欧洲的贸易战。那整个欧洲跟中国的贸易总额8000多亿美元呢？那你欧洲你要跟中国大陆整个脱钩，你做得到吗？做不到，因为你要不你就两面作战，你要不你就一面作战，然后一面跟中国脱钩，你根本做不到。好，就像知道小舰长，您会怎么看？习近平主席说啊，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啊。那这件事情呢，他们讲的也就是在太平洋的大两岸。那我们想一想，如果是对于台海之间的小两岸的中国大陆以及台湾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其实很清楚，相对于上一次，这一次连电话都打不进去。上一次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按照现在陆陆续续所披露非常多的一个内容啊，我们可以知道，那从川普他自己的当时的 Twitter 他怎么讲的？他讲说啊，也就是台湾的总统那打电话给他，大家不要把顺序搞错了，打电话给川普。那后来呢？根据这一个罗金，他其实是华盛顿邮报的一个记者啊，他写了一本书。那这本书其实现在有中译本，叫做《天下大乱》这本书。那这本书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呢？那这本书里面他讲了当时这个电话打进去的过程啊，他讲的也就是2049这一个智库的负责人薛瑞福把这个讯息提供到了这一个当时川普的一个交接团队。那当时因为川普本身他也不是非常有经验，他的团队亦然，所以也就变成说，这个电话就打进去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关于这一个也有外媒报道说，我们这一次赖清德总统也有这种尝试啊，也就是彭博的报道啊。那但是呢，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他不是这么说啊，他说已经请了驻美代表处向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以及副总统当选人范斯有转至这一个致贺函。那上一次也有致贺函，干嘛打电话嘞？那为什么习近平主席的电话打得进去，你赖清德总统的电话打不进去嘞？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头，你是怎么样乱押宝的？你当初有对于共和党平行交往吗？共和党的这些测试，这些智库的人也到台湾来，他受到的待遇可以跟民主党一样吗？当然不一样。不一样的结果，现在就遭到报应啊！那至于说有关于小院高墙是不是未来会变成大院铁幕的这个部分啊，那中国大陆已经非常的有经验了，会精准报复。报复在哪些项目呢？也就是中西部的这些农业州，我就禁止你的这一个马铃薯，我就禁止你的大豆，因为这一些都另外可以替代进口啊，替代进口可以让中国大陆跟南美洲或者是跟澳洲的关系更好，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川普不会继续的笨下去，也不会对于中国大陆进行大规模的制裁，因为他上一任已经制裁过了，有用吗？一点机会都没有。好，其实呢，在川普上任之后，大家也想问他那个所谓的24小时之内，他就有办法停止或者是呢喊卡俄乌战争，到底有没有这样子的可能跟机会？他跟这个拜登跟川普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川普他认为他跟普京是好朋友，他们讲得上话。好，可是问题是，好朋友为什么隔了1天之后才恭喜他当选呢？来，普京现在呢终于出面了，恭喜川普胜选，说他是真男人，勇敢，表现得非常正确。你看那个时候被刺杀遇到枪手的时候 ，fight fight fight 那个勇气，他觉得很认同他啊，果然是战斗民族，欣赏这样的一个精神。可是问题是，他上任之后到底怎么样让这件事情走上谈判桌？有可能的第一个东西就是他会直接停止援助。好，到目前为止呢，其实美方这边已经提供超过了600亿的美元经济、军事上面的一些援助。那这一些呢，大家就在讲说，是不是有可能就会变成他的一个筹码了？原因是因为呢，俄罗斯方基本上他们认为啦，如果说呢，他们要来做停火的话，那彼此一定是有一些的沟通，或是有一些的要有人妥协，但是你到底愿意拿出什么样筹码出来谈？好，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重点，要让人家能够信服。泽伦斯基呢，现在则一直在强调说，哎呀，美欧关系不能断绝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传出说他其实很紧张、很害怕，虽然嘴巴讲都是不要去预测他的行动可能是怎么样，但是呢，最害怕的就是什么？就是线下的乌东是不是真的不保了？好，原因是因为普京呢，赶在冬季来临、冬将军来临之前呢，赶紧往前冲，希望呢能够尽快的达到他想要的战略目标。好，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最后的结果会让川普政府这边难以接受呢？金融时报这边就有讲啦，说其实呢，乌克兰这边是极为焦虑。那虽然啦，北约有强调说，你不要以为跟你都没关系哦，你美国也会受到影响。他讲的是，比如说，好，北韩啦，北韩现在不来帮忙了吗？那也有可能会对美国造成直接的威胁啊。那这一些东西，大家也在讲说，其实是不是想要说服的就是你继续挺乌克兰？但你觉得这一句话有办法说服川普吗？会不会在一个商人心中的那个天平好像还不够重呢？因为啦，现在有一个说法，这个是《华尔街日报》的说法，说川普呢心中有一个和平方案，叫做不就是不要加入北约吗？我就直接跟你讲说，乌克兰20年内不得加入北约，但我可以给他军事方面的援助，这样子是不是就有一个破口了？就可以来对抗了。这也是一个说法，但是有或没有，现在都还不知道。因为呢，对于普京来讲，实力前线到底到哪里，那才是真的。来，现在呢，赶在冬季战争之前，马上地面适合坦克进犯，所以50万大军联手北韩往前先冲再说。那个部分呢，加大无人机的攻击力度。现在传出了说会发射没有弹头的诱饵无人机，然后呢，数量会是去年秋天的10倍左右。就你知道，它其实是全面性的进攻，从空中、从无人机，或者是从坦克，它要的就是什么？就是在红军城的前线这一边，他追捕街上的人，他想进攻的就是那个红军城战略要地。所以我想要请教一下赖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川普现在终于说话了，赞他真男人，这感觉会是这个普京说话会是川普想听的。川普很在乎大国领导人有没有打电话给他，或是有没有跟他致贺电，还有就是什么时候跟他致贺电，那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国家像莫迪啦、马克龙啦等这些国家就在第一时间很快的就给川普的致了贺电了，可是他等了，然后大陆就比较晚了，因为当他们一直在问说，那中国大陆什么时候致贺电呢？一直到这个选情已经出炉了以后，先由外交部致了贺电，但是习近平个人还是没有给这个川普致贺电。那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他们官方确认川普赢了，在这个时候才致贺电。有人就说你看这次习近平迫不及待的马上给川普致了贺电，不是这样子哦，因为他们用比照上一次川普跟拜登，然后说你看他们给拜登比较晚致贺电。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鱼目混珠的假消息，为什么？因为拜登那一次4天之后还确定当选嘛？4天之后，因为当时焦灼嘛，那么后来是一直等到这个通讯投票开出来了以后，然后出来了以后，拜登赢了，被官方宣布了，然后这个时候才致贺电嘛所以我想有一些人在制造假新闻，就是这样的一个制造法可是这个川普还在等等另外一个他的好朋友，就是普丁到今天为止也没有给川普致贺电。
普丁的外交部也没有给川普致贺电。那普丁是利用什么场合呢？他对外演讲的时候就说啊，恭喜川普当选了总统，所以并不是由官方跟官方。那这个时候，这个俄罗斯的发言人就说：“哎呀，我们的总统任何一举一动都代表官方。”你想想看，这个基本上来讲很不正式。那这个代表什么？外交角力展开了。外交角力展开，那换言之，也就是说，普丁的态度就是可联络也可不联络，因为他讲话里面有语义的。为什么？他说过去啊，美国跟欧洲领导人每个礼拜都跟我打电话，可是呢，一翻脸了以后就戛然而止。所以这些国家是不可靠的，打电话又有什么用呢？他说不打就不打，说翻脸就翻脸。所以对俄罗斯来讲，我做我自己的事，我走我自己的路。那这个就是给川普也给他保持一个说我是操控在我，而不是操控在你。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川普的先句语言我们听听就好，因为他说他当选了24小时。俄乌战争就结束了，对啊，现在已经超过24小时了，而且远远超过24小时了，俄乌仍然没有结束嘛，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先句语言听听就好，这第一个，因为川普根本做不到嘛。第二个，坦白说，乌克兰泽连斯基真的麻烦了，为什么？因为川普要到2个月后才上任，可是这2个月中间里面，他只能说说话，可是决策权还是在于拜登。可是问题是，拜登现在已经进入看守内阁了，看守时代了不是看守内阁，看守时代了。而白宫的幕僚长，新的幕僚长已经宣布了，他下礼拜就进入白宫了。那拜登跟川普下礼拜见面了，川普一定会跟他讲，你这个时候不能再多做事了因为你是看守了，而幕僚长就要开始做交接了。在这个情形下，我个人认为，乌克兰拿到援助的力道绝对不会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乌克兰该怎么办呢？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冬季来临之前，现在普丁真的是放手在打。等等回来继续听专家解析。好，要带您来看到的是这个当川普当选了，普京一直没讲话，突然之间讲话了。刚刚赖老师一告诉我们，也不是当面讲话，杨老师这诚意何在？我觉得就是测试这个川普在他所讲的话，我去查证了一下，当选后24小时之内结束俄乌战争，这个当然已经不可能了。对，那我们把它解读为上任后24小时之内，这也非常不容易。虽然还有2个半月左右的时间，那这2个半月，他当这个上任1月20号之后，他可以做到什么东西呢？就你现在看到所谓的和平方案出来，这个和平方案，我觉得有一些根本不切实际。20年不加入北约，川普才4年而已啊！你觉得普丁会相信这一套吗？普丁的角度一定是，他绝对不会相信，除非有确实的这个保证。不会因为说，我跟川普的关系好，我卖他个面子，所以好吧，我们就撤军，不可能。那现在一定的这个做法是达成停火、停战，停火停战。如果能够在接下来这个2个半月之内，川普上任的时候停火停战，那也就是说让这个战争僵局化、长期化，那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努力的方向，因为他至少针对北约可以有一所牵制。我不要你再参与到或者提供任何的援助，那当然泽连斯基就没有办法。那泽连斯基以现在这个情况，你说他在战场上再往前，那事实上是不可能。反而在这段时间呢，所以我们就看到俄罗斯反而在这段时间在战场上往前推。他第一个至少要把那个就是库斯克的这些乌军给都歼灭掉他目的不是要赶走他们，他把他们歼灭掉。但是完全歼灭掉这个对川普、对俄罗斯、对乌克兰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压力。所以呢，在哪一个时间点停火停战？但这个前提呢，你是不是要有一个默契？停火停战之后怎么谈？也不一定要在美国的这个介入之下，川普也不一定想说他要直接介入，也许在他们直接回到瑞士，还是说其他有第三国，也许是这个法国，也许土耳其，甚至中国大陆共同参与，多国的这个参与之下，形成一个这种谈判的过程。谈判也绝对不是1次2次，
我觉得这个俄乌战争大家等着看，他可能跟着川普这个势力一直会这个长期化、僵局化这个下去，因为乌克兰这边不会接受任何领土，他现在这个领土的这种损失，而俄罗斯这边绝对也不会让他已经占领的乌东的地区、顿巴斯地区再回到乌克兰。那这回到乌克兰表示说，他一切的战争的作为都失效的。因此，我觉得这个战争有的瞧，但是呢，停火停战说不定比较共同符合大家的这个利益。但其实说实话，如果能够停火停战，这个战争已经2年多的时间了哈，能够停火停战，我觉得对于百姓来说，我们就是百姓的观点来说，其实都是一件好事。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要请小舰长来解析。节目最后要请小舰长帮我们总结。我们刚刚谈到啊，有关于这个真男人啊，他到底是在哪里说的？其实他说的地方是有挑过的，他是在黑海的这个度假胜地索契说的，那也就是离这一个乌克兰很近的。那他这个真男人，他到底谈的是什么呢？也就是当时川普呢，他在宾州被暗杀的时候呢，那个第一时间他站起来之后，他就 fight， 然后接下来呢，当然在群众的鼓噪之下，就 USA 这样子。那这个我们讲到啊，让战斗民族说是真男人的，其实并不太多啊。